国家安全部门11号披露一起时间跨度超30年的间谍案件。美国间谍梁成运利用其伪装身份，长期接受美间谍情报机关任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被我国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案件有何细节值得警惕？近来，国安部接连披露多起涉华间谍案，其中更直接点名美国中情局释放哪些信号？来看看报道。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11号发布题为《美国功勋间谍在华落网》的文章，迅速刷屏。这篇文章公布的细节透露，国家安全机关经缜密侦查，掌握了梁成运进行间谍活动的系列证据，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移送司法机关。 今年5月15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梁成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终结了其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值得注意的是，梁成运被国安部形容为所谓功勋间谍，是由于他曾被美间谍情报机关总部负责人授予功勋奖牌的经历。 根据国安部披露，梁成运194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83年赴美国某中部城市经营餐厅。1989年，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与梁成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他招募为线人，并约定秘密联络方式，承诺每月支付1000美元，根据业绩发放奖金。同年，梁成运加入美国籍。 梁成运正式成为美国间谍后，美方挖空心思为其打造人设，虚构了其在英国就读大学、在联合国担任官员、曾去越南参战的履历。美方还提供资金，指挥梁成运通过捐款等方式担任多个华侨社团的会长、荣誉会长、理事长，包括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等。 在美方的多年运营下，身披伪装的梁成运在美国以著名爱国侨领姿态示人，成功博取广大海外华侨信任。与此同时，美间谍情报机关还指挥梁成运赴中国开展慈善捐款，设法通过其爱国慈善家的假面具，在中国境内套取情报。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国际航班停运，美间谍情报机关急于获取中国情报，指挥75岁的梁成运潜入中国，并为他制定了周详的入境行动方案。2020年年底，梁成运使用多本身份证件，经香港中转来到内地，按照美间谍情报机关的授意，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泛接触我国各界人士，刺探搜集情报。 在美国间谍的指挥下，梁成运通过贴靠刺探、监控窃密、钓鱼执法等间谍手段，为美间谍情报机关搜集涉华情报。根据国安部披露的案件细节显示，梁成运通过侨团活动贴靠中国驻美人员刺探情报。 监视在美华人华侨，同时把赴美中方人员带到美方情报机关提前安装有监控设备的餐厅或酒店，以套取情报，甚至设置色情圈套，企图胁迫策反中方人员。外界指出，梁成运案件的典型之处在于其爱国侨领的身份颇具迷惑性，值得警惕。 间谍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际安全，通常给国家造成难以直接估量的损失。一个普通的经济间谍带来的损失可能高达几亿、几十亿，乃至上千亿元。个别间谍犯罪行为还可能给国家声誉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直接影响国家战略推进。他在针对对华的情报活动方面，应该说呢是各种手段都上。 而且呢，我们也不要有一种呢习惯性的认知，也就认为呢，可能特定的人群呢才会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展的对象。几乎我们看到呢，任何可能的人群呢，都会成为美国呢情报机构所要针对或发展的进行对华情报工作的对象。梁成运的案件。 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呢它的隐蔽性和针对我们构成的危害的呢，就是说是严峻性。随着梁成运案例的公布，奋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国家安全部再次受到外界关注。今年7月31号，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完成注册认证。8月1号，公众号首次亮相并刊文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指出当前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反间谍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截至9月12号，公众号已发布37篇内容，内容涵盖反间谍科普、公布间谍典型案件等，以公众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普及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常识。分析指出，国家安全部成立40年来，首次在互联网开通官方发布平台，释放出重要信号。由于职能原因，长期居于幕后的国家安全部门如今走上台前，与公众互动交流，有利于提醒公众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境外势力对华的情报间谍活动呢，让它的活动的范围更广了，手段呢更多了，也就是说呢各种各样的。那么过去呢，我们重点反间防谍呢，它的领域是放在呢传统的安全领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随着呢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那么非传统安全领域呢，越来越成为呢，就是说境外势力针对我们的情报间谍工作的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活动的领域。深圳卫视梳理发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4宗间谍案的情况，其中3次都明确点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8月11号，国家安全部公布一起重要涉密人员间谍案件。国内某军工集团工作人员曾某某在公派至意大利留学期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罗马站人员有意接近并策反。回国后，曾某某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我核心情报。8月21号公布的一起80后部委干部间谍案，犯罪嫌疑人郝某为某国家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学期间被策反，与美方签署参谍协议后，接受了美方的考核和培训。回国后多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秘密接头，提供情报。9月5号，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有一面挂满了黑色五角星的大理石墙，一颗黑星代表一个在海外身死的情报官员。而位列第1颗星马克南曾以美国驻迪化副总领事身份进行间谍活动，迪化如今叫乌鲁木齐。在1950年前后，马克南和他在中国发展的谍匪势力被我国反间谍部门和军民坚决打击，他本人被击毙于藏区。2017年，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称，从2010年起，中国情报部门系统性地捣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间谍行动，涉及10几个美方线人，让中情局之后多年的情报收集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此后，美国中情局企图重建在华情报网络。2021年11月，美国中情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将所谓中国威胁与反恐工作相提并论。为此，该部门还曾公开招募会说中文的特工，希望特工掌握普通话、粤语、上海话、客家话等。今年7月，美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透露，美方已经建立了一条渗透中国的渠道，声称在重建在华情报网络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有分析认为，国家安全部4次曝光间谍案案情，重挫美国中情局的嚣张气焰。实际上，我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伯恩斯的这样一种呢，针对中国的安全和利益的公开的叫嚣的威胁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美国现在有点狗急跳墙的这种态势，也就是说呢，通过一种平等的竞争的，这种竞争呢，美国呢看不到希望。所以他就期望呢，那么针对中国呢，加大了情报间谍活动，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加大了对中国的全面的围堵遏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惜呢损害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国家的利益在内的种种的做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情报间谍活动的隐蔽战线的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让我们呢丝毫不能够放松警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所谓功勋间谍梁成运在华落网的大量细节公布之后，让人们惊讶，原来间谍还有这么干的。您是如何看？梁成运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30多年的历程，以及他从事
间谍活动的情况，着实呢让普通人吃惊。就像你所说的，间谍还可以这么干，一点儿不像007那么刺激，就一个中餐馆的老板而已。这恰恰说明呢，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反间谍斗争形势也更加的严峻复杂。一个中餐馆的老板，一个表面上爱国的侨胞，一个给国内捐款的慈善家，说不定呢就是一个间谍。他可能请你到餐馆或者是宾馆叙旧，但实际上呢是在套取情报，甚至是色情圈套。他可能通过组织活动、包打听，在闲聊中刺探情报，从小道消息中获得重要的信息。他也可能当诱饵，把一些人物带到特定的场景中，制造证据来炮制所谓的中国间谍案。总之呢，看起来一点儿不像间谍，却从事着间谍工作，危害着国家安全，而且呢，当了30多年的间谍。这个间谍案呢，给我们诸多的启示：一是间谍可能就在你身边，尤其是到国外，你的有根弦；二是那些看起来不像间谍的人，可能呢是资深间谍；三是间谍从事的不一定都与军事有关，情报的种类啊极多。一句在你看来很普通的话，在他国的眼中呢，可能就是重要的情报线索。四呢是别把美西方想得太好，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照样会毫不留情的下套，用最违反人权和最卑劣的手段来策动、引诱、胁迫、收买，胁迫国家人员和掌握关键技术的人叛变，成为呢被他们操控的情报人员。一旦呢你没用了，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就说这位梁成运，他被捕判刑以后啊，美方的态度就是知道呢一位美国公民被判刑了，但是同时也说明间谍案一般的定罪率在99.9%，言外之意呢就是美国不再管了。梁成运间谍案被破获呢，当然也说明中国的反谍侦察技术呢还是相当的高超。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吹嘘重建中国间谍网的工作取得了进展的时候，中方呢便揪出了这位从事间谍活动30多年的功勋间谍，直接打脸中情局头子。国家安全部官微上线，那为何宣传反间防谍需要全民的支持与参与，同时强调依法惩治间谍行为与尊重保障人权并重？那现在反间防谍与以往有何不同？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反间防谍的形式呢，的确与以往有较大的不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全球化是主流，合作共赢是主流，各国间的交往、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交往都比较正常，彼此间呢提防的东西少。现在呢不同了，美国为了维护霸权、打压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的分裂、竞争、对立、相互提防和制约，正成为新的潮流。这使得中国呢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要加大这个反间防谍的力度，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另外一个变化是，间谍活动日趋多元和复杂，不再像过去一样呢多集中在军事、科技、商业机密等方面，而是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网络和舆论方面，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一桩小事，经过网络的炒作，可能呢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的风险，给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所以呢，这个国家安全是人人有责，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有时候呢多动下脑筋，多一份警觉，可能呢会对国家的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怀疑一切，人人自危。反间防谍呢，还是要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群众基础，这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工作。但是呢，需要社会提供线索，大众脑海中呢要有国家安全这根弦。